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江苏的扬州。那来到扬州旅行呢，有2件事情一定要做。一个呢就是来到瘦西湖看一看美景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尝一尝地道的淮扬菜。哎，大家一听啊，瘦西湖这个名字感觉很奇怪啊。那难道除了瘦西湖还有胖西湖吗？那确实是有啊。杭州的这个西湖呢，就是胖西湖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这个瘦西湖是相对于那个胖西湖来讲的。但是人家杭州人啊，可不把西湖叫胖西湖。这个瘦西湖啊，形状比较狭长，瘦瘦长长的一片水域，而且呢又在扬州城的西侧，因此而得名瘦西湖。这个瘦西湖呢，在清朝以前啊，不叫瘦西湖，叫宝阳湖，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一片水域，光秃秃的，没有这么好看，没有这么漂亮。从啥时候开始修建呢？就是从清朝。为啥从清朝呢？哎，这就要提到这个乾隆6次下挂面，哎，不是 CPU 短路了啊！乾隆6次下江南，每一次来呢都要来到这儿。当地的这些盐商呢，为了讨好皇帝，所以说呢，乾隆要来之前呢，就赶紧兴修一遍，6次就修建成这个样子，特别的漂亮啊！你能看到很多亭台楼阁，但是呢，中间几经损毁啊，各种原因。现在咱看到这建筑都是80年代又进行复原的。现在这个季节呢是春季啊，正是看春景的好时候。哎呀，在这里头溜达，真是5步一景，10步一观。我随时看见，我就是很冲动，拿出我的加百四能 D， 我就要拍照。这索尼啊。哎呀，我去，太激动了！你看，我从小我就老听说人家目击那种 SUV， 你看这不是那个 UFO， 你看看。哎，啊，风筝，那是风筝。不像风，你飞上去看看。不像风，不像风筝。UFO， 飞机 SUV。我身后这个桥呢，就著名的24桥，明月夜里的24桥。那来到扬州呢，有3个景一定要看啊，一个就是24桥的月，还有一个呢是个园的竹，还有一个就是河园的石。你看现在啊，正是春季踏青的季节，你看周围有非常多的人啊，很多游客，这仿佛啊就再现了扬州画舫路里的繁华美景。逛完瘦西湖吃淮扬菜去哪儿呢？扬州大学，不是扬州大学啊，但这确实是扬州大学的一个门，很古典啊。在这里头来，
从扬州大学这个门进来呢，狮子楼这是一个老店啊，专门卖淮扬菜，来尝一尝。收过没有？狮子楼，你听这个名字挺霸气，但一进来这个环境呢，感觉就是一个家常小馆的感觉啊。扫码点餐，点了5个菜，我点的这几个菜呢，全都是招牌的淮扬菜啊。狮子头来到他家必吃的，你看人家叫狮子楼，招牌菜就是狮子头，然后扬州炒饭、文思豆腐、拆烩鲢鱼头、淮扬炒软豆，432。等了半天，上了4个菜呢，还有一个菜没上。这个菜呢，咱就不等了，为啥？这个工序非常的复杂啊，需要时间。咱先吃着，吃饭先喝汤，先尝这个文思豆腐。这个文思豆腐羹呢，是一丝一丝的，豆腐切这么细，刀工厉害啊！勾芡啊，非常的黏，应该是藕粉勾的。这个季节来啊，春季，你看没？人特别的多，都是来看风景、尝美食的。旁边就是瘦西湖，入口非常的滑嫩，鸡汤的这种鲜鲜的味道。这个豆腐的香味呢，反倒很少，因为它切成丝儿了。大家一听啊，这个文思豆腐，文思豆腐，以为是这个丝儿，哎，其实错了。这文思呢是个人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是个和尚。这就要讲到这个乾隆6次下挂面，不是那个下江南啊。每次来呢都要来天宁寺，到这个天宁寺里头啊，这个和尚来款待他。这和尚想了半天说，哎，我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啊，能让这个乾隆喜欢？就出了这个刀工的活儿。这乾隆一喝完说，哎，这个味道一般啊，这个刀工倒挺好啊，挺好，挺好。你看这不仅是豆腐丝儿，还有点轻轻的这个葱丝儿，颜值是特别高。这个汤我发现拿勺子它不好吃，一吃呢就容易流出来，因为它豆腐丝儿特别长，就直接拿碗喝是最好的。扬州炒饭，上面这个炸的金黄的是干贝丝，然后有虾仁、米粒儿、金黄的鸡蛋，还有葱花，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丁。这扬州炒饭呢，地道的有2种炒法，一种炒法呢就是碎金饭，看这个就是碎金饭，就是鸡蛋就是金，是碎碎的。然后还有一种炒法呢是蛋液把这个米粒儿裹起来，这个叫啥呢？叫金包银。你看这名字起的这个很雅致啊，尝一尝。哇，好香啊！啊，确实是好吃。这个扬州炒饭呢，大家一想起来，哎，这不就是蛋炒饭吗？其实不一样，它很多工序，然后加了这些调料，各种各样的配菜。这个不能端盘子吃，是不是？得放到小碗里头。这个扬州炒饭呢，可以说是扬州最有名的一道菜了。大呢是能登国宴，那小呢能入寻常百姓家。那天天啊，人家哎在家里头随便炒一炒，非常的好吃。而且这个菜啊，你在全世界任何的只要有中餐厅啊，应该都是有这个菜。3两口一碗就没了。你别小看了，这个就是蛋炒饭，看起来很简单啊。在这个中国的餐饮里头，它还有个说道，叫饭菜合一。这饭菜合一的菜呢就很少，这个呢就是既能当菜吃，也能当饭吃。你要说这菜里头最下饭的配米饭，哎，就是这个炒软豆。那啥叫炒软豆呢？就是炒长鱼。这又好奇了，那啥叫炒长鱼呢？就是鳝鱼啊，上面撒了点葱花，还有胡椒，然后这个就是鳝鱼，底下呢就是洋葱打底的，看起来是浓油赤酱的，让我想到这个上海的一道名菜啊，响油鳝丝，有点像啊。酱香味非常浓郁，然后回口呢也是一段甜味，确实有点像这个响油鳝丝。还有底下的洋葱。这个汁儿啊，拌饭绝对香。长鱼呢，这个名字大家很理解，就是很长的鱼。那软兜是啥呢？你看啊，它做完之后里头是空的，这样呢，感觉像小朋友穿的这个肚兜一样。
在这儿啊，吃这个淮扬菜，哎，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菜系，就是鲁菜。我感觉啊，就是鲁菜把盐降低一点，然后撒点糖进去，就是淮扬菜。你看起来也是这种感觉啊。拌点这个上去，哇，这个酱汁太棒了。看家菜狮子头，哇，你看这个狮子头多大，上面有葱花，撒了一些小虫子，不是，这可不是小虫子，这是炸的米粒儿，哇，内有什么乾坤呢？就是有蛋黄，看见没有？看着就好吃，看看这个颜色，外面这个颜色太有食欲了。就是一个字香，哇！而且它这个香的还不腻，里头有马蹄，吃起来脆脆的。好吃好吃，不愧是看家菜啊！人家这个菜为啥好吃呢？就你能吃起来，这个肉它里头是颗粒感。很多人以为啊，这个是绞肉或者是剁肉那种肉泥，其实不是，它是细切粗剁。啥叫细切呢？就细细的切成这种小肉丁、小肉块。粗剁呢，就是粗略的剁一下。这个也是拌饭神器啊！这才慢做。哇，你看里头这个汁儿。非常的浓郁，这个汁儿。这个菜呢看起来挺精致的，也在这个鼎里头放着。其实呢，平常老百姓家里头也能做。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做这个。怎么做呢？就是先把这个肉团成一个团，然后微微的炸一下，然后放到这个锅里头，要么蒸，要么是炖，都是温火，就小火。一个人能吃俩，我跟你说。我的妈呀，可能是人多，生意太好了，等了1个多小时了，这个第5道菜拆烩鲢鱼头还没上来呢。刚才我问了一下这服务员，服务员问了一下后厨，说这厨师呢正吊着呢啊，不知道啥时候能吊上来，但是且等吧，且等。啊，来了，哇，大菜，哇，值得等啊，这么大一个盆儿。这个像，你看这里，刚刚这个里。啊，这样子，好，有讲究。拆烩鲢鱼头，这份呢是半个鱼头啊，它整个鱼头就太大了，上面一点胡椒，我发现扬州人特别爱吃胡椒，很多菜里头都有胡椒，然后还有一个香菇。这个呢就是高汤，这个汁儿是烩的，为啥叫拆烩？拆烩烩出来的。拆烩拆是啥意思呢？我跟你说，太讲究了。你别看我等了1个多小时，我心里头都很烦躁。这后厨一听有人点这个菜，这心里头更生气。为啥呢？把所有的鱼骨头要从整个大鱼头里头拆出来。哇，这里头现在等于说没有一根刺，没有一点骨头，你就说费劲不费劲？怎么拆呢？也是有讲究的。先把这个鱼头炖，然后炖到8成熟的时候，然后放到这个冰水里头，这么一冰，然后一点一点去把这个刺儿抠出来，太费劲了。因为没骨头呢，就不太好夹，容易夹烂。哇，你看，特别容易碎，一点骨头都没了。哇，非常的滑，很浓的胡椒味儿，关键是个汤汁啊，也挺鲜的，汤汁很咸，味道很重，应该有鸡汤，就是鸡汤提鲜，然后呢就是鱼肉的这个鲜味儿。真的一点骨头都没有。大家一看，哇，这道菜啊太精妙了，难道是为了展现这个淮扬菜厨师的这种技法和功力吗？错了啊，有这个菜呢，要讲到一个小故事。这小故事讲完了，这个菜就诞生了，非常有意思。就是以前的时候，在扬州城有一个土财主呢，特别有钱，但是呢极其吝啬，特别抠门。他家呢要盖一个宅院，全城就招这个工人啊，招了整整1年，从春天呢到冬天都没有人来，因为都知道他很吝啬。到他家，你别说挣钱了，说不定还赔钱。然后呢，他一看没办法，这1年了没招到人，就贴出来一个告示啊，来我家啊，不仅给工钱，还1天管3顿饭啊。好不容易招了5个人，哪儿的人呢？这是外地人啊，这外地不懂行情的，来了不听劝的，就到他家干了3天。第1天呢，早上啊就是稀饭加榨菜啊，中午呢啊就是面条子是吧？面条子里头连点油花都没有。
然后晚上呢还是剩的糙米饭，好家伙，连吃3天，这工头就想不行，这得给他撂挑子，给他磨洋工。这个工人呢就不好好干活了。这个财主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不行啊，这不是办法。刚好呢，哎，有一天啊，他家这个夫人过生日的时候呢，买了一个大鲢鱼。这大鲢鱼呢，这个肉就拿去做了啊，各种各样的菜。这个鱼头呢扔了也可惜，是不是？咱就让这个厨师一做，就给这5个工人就打发这5个工人，意思是你看没，这也有鱼了吧，也有肉了吧？你看他有多抠门啊！命令这个厨师呢怎么做呢？把所有的骨头都拆出来，这是为何呢？要吐骨头，要抠骨头，他吃的时候就浪费时间。如果说没有骨头的话，直接啪啪啪一吃，赶紧让这5个工人去干活。结果呢，这5个工人一吃啊，哎，这个味道不错，这道菜就流传了下来。拆烩鲢鱼头。好，这顿饭我就吃完了，咱来聊一聊这个淮扬菜啊。淮扬菜8大菜系之一，这很有名啊。但是它出在哪儿呢？就作为国宴，哎，规格比较高，开国第一宴就是淮扬菜。然后呢，也被经常用来款待外宾，这是为啥呢？你想，8大菜系里头啊，就要么就太辣了，要么太咸太油了，要么呢就是食材太生猛，这没法招待人。唯独这个淮扬菜呢，哎，比较精细，看起来也比较精美，颜值很高，国内国外男女老少他都能接受。而且呢，它不仅是8大菜系啊，它还是老的4大菜系。但是要我说，这个淮扬菜啊，就是有一点点啊被抬高了，被夸大了。这是为啥呢？这不是现在抬高的，是古代的时候就这么回事。那很多文人墨客呢，来到扬州这儿吃完这个淮扬菜，都要写诗啊，都要写文章。这些人呢，哎说啊，这个淮扬菜顶呱呱，这一下子呢，这个菜系的格调还有品味就被抬高了。淮扬菜里头啊还有很多宴。那今天呢，咱吃的这个是3头宴其中的2头，一个是拆烩鲢鱼头，还有一个是狮子头。那还有一个头是啥头呢？是这个红烧扒整猪头啊，整个大大的一个猪头。除了3头宴，还有板桥宴，还有乾隆宴，还有鉴真素宴啊，等等等等。总之啊，大家来到扬州啊，除了欣赏美景，一定尝一尝这个淮扬菜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补充一句啊，千万不要点这个拆烩鲢鱼头，这厨师做的费劲生气啊，那你等的时间也长，这两边都难受，那点这菜干啥？是不是？好，那就这样。